小姐暖生活。欢迎来到佛罗伦斯。佛罗伦斯在我意大利的排名一直是第1名，最期待的地方。我们住宿的地方是 ZTL 区，就是完全不可以开车的地方，而且你只要一错过它是单行道，我就觉得很恐怖，不知道到底这边可不可以开。进来还蛮危险，而且重点是老板很好，他很外向。然后就问你们说，你们会不会累啊？什么样的？就是很阳光。我们现在来轮廓一下，他有给一些就是小蛋糕，这衣橱，窗帘还蛮梦幻，但是真的看不进来吗？佛罗伦斯的天气，我是百货大教堂，就在旁边。对，所以地点好。我们会选这间也是因为可以停车，然后离圣母百货大教堂很近。我觉得它整间设计很温馨。他们欧洲都会铺这种，棉被是厚的，不错。浴室的颜色色系我也觉得蛮喜欢的。这边就是马桶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个洗澡的地方。粉红色的这边全部都是不准开车的地方。沐浴罐在这里，叉这里，就是其实就这一条就看得到。然后这是我们刚看到往左看的百花大教堂。对，它黄色的话就是逛街比较热闹的地方。乌菲兹美术馆啊，这个老桥我们刚刚也有，边都可以用徒步的方式走到。这是我们的电梯。超小的，有一点危险。好壮观哦，不可思议耶，好扯哦。旁边还有烧火哎，让你有暖度哎。是世界上最大的红砖圆顶。我们现在在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的披萨店用餐，这是我们来意大利第一次吃点面的东西。已经第7天了，才第一次进入餐馆。刚刚点了一杯 Entropia 的酒，5.75欧。然后这家店它的披萨就是你选不同披萨，它都会有箭头指向它适合搭配的啤酒。它的有凤梨香哎。Cheers， 不是苦的，不是苦的，是有凤梨感的，不错的。Thank you。Cheese， 然后还有那个火腿，意大利经典的口味。这间很薄，但外面是酥脆的。它的番茄很新鲜哎，它好像用真的番茄去弄。就看得到它番茄猪肉，它不是那个番茄酱。对。它有写用这些番茄酱，因为它意大利的这个面皮都好 Q， 好好吃。它咬下去，封起来，好好吃哦。它的火腿黄色的。我们来第7天才第一次吃餐馆，这也是创纪录。到共和广场了。共和广场曾经为犹太特区，于佛罗伦斯成为意大利首都时进行改建。新市场粮廊建于16世纪中，以前贩卖丝绸和奢侈品，现今为皮件市集。野猪温泉跟安徒生的同猪有关。半夜有一位贫穷的小男孩，因为太饥饿了，所以跑到野猪喷泉前喝野猪口水中流出来的水，然后因为太累，所以就趴在野猪的背上睡着。突然野猪就动了起来，野猪还跟小男孩说，小男孩坐稳了，于是野猪奔跑了起来，带着小男孩到了各个景点，展开一连串的奇幻之旅。旅程最后，小男孩谢谢野猪说：“我感谢和祝福你，你是可爱的动物。”而野猪说了：“我也感谢和祝福你，我帮助了你，你也帮助了我啊！因为只有天真的孩子骑在我的背上的时候，我才有力量跑。只要摸一摸野猪的鼻子后，在他口中放下硬币，只要硬币顺利落到下面的洞口，没有掉出，就会得到幸运，而且会很快可以再重游佛罗伦斯。”好，摸摸野猪的鼻子。祈祷我和哥哥可以一起回佛罗伦斯。掉下去了，我们就可以再重回佛罗伦斯了。试试看，看有没有办法再赶快回来佛罗伦斯。好。
一次成功。看来又一次成功了。哎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对。它这个后面是不是卖皮件的市集啊？感觉好像全部都是卖皮件的。所以我们隔天就跑来买战利品啦。看到了皮件，然后哥哥要试穿。哦，哎呦，哎还不错看嘞。不错看。而且这个材质超好摸的。嗯。哇，好帅哦，好看呢。它是用火烧不了，真牛皮，全部都是仿佛罗伦斯的。Like my jacket. How to wash? Oh, for the hand, for the bed. 哦哟，这个也不错看。看起来好帅哦，超好看的耶！在那个佛罗伦斯皮件区买的那个战利品，一件皮衣，对，材质，它同一个款式，但颜色都不一样。对，这个颜色特别好看。对，真的很好看。Go。旧宫是统治者办公跟决议的地方，曾是梅迪奇家族住所，上方曾经是监狱。这蓝天好美啊！那个叫做领主广场。领主广场。这个地方啊，同时在500年前3个文艺复兴3杰他们相遇的地方，就是在旧宫。那个时候，达文西和米开朗基罗2位是比较年纪大的人，他们2个互相在旧宫里面的2面墙壁上面作画。拉斐尔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他就在这边见证了他们2个一起 PK 画作。3个文艺复兴唯一同时相遇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哦，位于旧宫入口的大卫像是26岁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，当时完成后深受人们喜爱，而摆放在这里。原作在学院美术馆，每年都会吸引约120万人前去参观。佣兵粮廊，当时此处驻扎德国雇佣军而命名。粮廊的屋顶供梅迪奇家族在上面观看广场上的典礼。现在来到旧宫，看他们以前梅迪奇家族的资料。这里作为佛罗伦斯市政厅延续至今，进门后是一处露天庭院。旧宫最初称为领主宫，梅迪奇迁往比提宫后，此处就称为旧宫。庭院中天使怀抱海豚的青铜雕像是达文西的老师维洛奇奥的作品，原作保存在美术馆。我们去走一圈。16世纪初，达文西和米开朗基罗在2楼500人大厅创作巨幅壁画《安吉里亚之战》和《卡西纳之战》。那个柱子上的雕刻很精细。虽然梅第奇家族势力很大，但是他们是共同执政，所以是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去看多数决这样子，所以他们都会来到这边开会。2楼的500人大厅为旧宫内最富丽堂皇的房间，可购买门票参观。海神喷泉，海神尼普顿的面孔很像科西莫一世，暗喻佛罗伦斯的海上统治权。雕像竖立在八角形喷泉中间，原作在国家博物馆。科西莫一世骑马雕像，16世纪欧洲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。圣母百花大教堂红砖圆顶在他执政时兴建。乌菲兹美术馆也是由他创立，当时作为市政办公室。原本是坐在马上的就对了。现在水修。是一个宫殿，这是我们来意大利看的第一个宫殿。它的屋顶，它是有一个，好像齿轮的这种。对，我觉得很有特色。对，好像有那个古代要打仗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到了那种城堡。对。大家早，我们现在要去乌菲兹美术馆。我们是订早上最早第一场次8点30分的入场，所以我们在8点15前就要先到。然后现在已经有一点赶了，所以我们要走快一点。有买票，但是要去换成实体票券。乌菲
菲兹美术馆的位置就在昨天的领主广场旁，佛罗伦斯景点都很近很方便。巨大的乌菲兹美术馆是16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建筑之一，由乔尔乔·瓦萨里设计。我们现在来到3号的入场的地方，要先来换实体票券。现在可以去1号的入口安检排队进场。菲兹美术馆就是 office 的意思，梅第奇家族他们自己的办公室的地方。那个建筑师就跟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的画家的那个作者一样，他是作家又是建筑师，然后也会画画，超级厉害的。然后这里面收藏的东西全部都是梅第奇家族的珍宝，因为他们以前很爱艺术，所以里面有超级多当时厉害的雕刻和画，都是真迹，有达文西啊，有那个波提切利、拉斐尔，对。是他们这样传到最后一任，他不想要让这个变成人家私人的，流放到世界各地，所以他很慷慨的就捐给了佛罗伦斯政府，所以现在变成意大利公有的博物馆。哦，所以这里面以前都是他们私人的东西，它可以留在佛罗伦斯这个地方。我现在进来喽。由于乌菲兹美术馆不能摄影，就由弟弟儿跟大家介绍美术馆长廊。摆放雕像和历代梅迪奇家族人物像，走廊天花板都非常精致，呈么字形，两侧都是展览室。宝座上的圣母为文艺复兴开创者乔托的作品，乔托欧洲绘画之父，他开启了人物画有表情与眼泪的情绪，并绘出透视和阴影感。乌菲兹美术馆的镇店之宝维纳斯的诞生，波提切利描绘了爱神维纳斯从海浪中诞生，立于贝壳上，如珍珠般纯洁无瑕，为画布作品。右边春之女神正在为他披上华服，左边的风神送来暖风，吹起他的发丝。这幅春也是镇店之宝，同样由桑德罗·波提切利绘制于木板上。中间是爱神维纳斯，上方是丘比特，右边是花神弗罗拉与风神和他的妻子，左边是3女神与众神信使莫丘利。这些画作真的比想象中巨大很多。不可错过的达文西真迹天使报喜，大天使加百利带着象征纯洁的百合前进，跪在玛利亚面前，举起右手赐福她，告知她将孕圣胎的使命。圣母领报和圣玛加利与圣埃沙诺由西恩纳2位画家共同创作。木牌刻着天使对圣母说：“我向你致敬，你是最被喜爱的，因而上帝与你同在，他在万人中保佑着你。”圣家族米开朗基罗是现存唯一由米开朗基罗完成的面板画，前景是圣家族，中景是施洗者约翰，仍保存于原来的画框之中。圣母无染原罪，皮耶罗迪科西莫，玛利亚欣喜目光看向圣灵，而圣神光照亮周围圣人们。波尔提纳里祭坛画，这是一幅3联木板油彩画，描绘耶稣诞生，牧童与3王前来朝拜。左上角还有圣母怀胎，情节非常有趣。八角厅为科西莫一世个人收藏间，是梅迪奇最珍爱的古罗马雕塑及画作。梅迪奇维纳斯，西元1世纪大理石艺术品。屋顶由6000片印度洋贝壳砍入，阳光照射下，光线会穿透进来，非常华丽。绝对不可错过八角厅。金翅雀的圣母拉斐尔将无辜脆弱的金翅雀献给耶稣，代表牺牲。拉斐尔简单中创造理想、和谐、完美的形象。
美杜莎卡拉瓦乔用美杜莎头做成雅典娜的盾牌来石化人们。作者用自己的脸画成美杜莎。乌菲兹美术馆真的有它独特的魅力，迪迪儿真心推荐来到佛罗伦斯，绝对不能错过。透过近距离欣赏，感受当时文艺复兴的盛况与时空背景，看完会对佛罗伦斯这座起源城市有更深的体悟。美术馆外还可以看到老桥的风景哦。逛完乌菲兹美术馆，在外面看到装扮成雕像的街头艺术者，我们也开心地沉浸在美好的表演里。他好温柔哦，我跟他说 Have a nice day。下集预告。太壮观了。这个是很 juicy 的，对我肠胃结构是蛮好的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你的支持就是对弟弟儿最大的鼓励哟。啾咪。